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这个裴洛西来台之后，当然持续引起我们许多人的关注哦，不管在国际上，在台湾内部，当然我相信在中国，同样也对于为什么裴洛西会来访，不是跟他们说不会吗？然后甚至延伸到这些中共的军演，到底对台湾有没有产生什么样震慑的一些作用哦？那引起许多的讨论。中共一直很擅长利用民主的特性来进行反民主的动作。那我们最近在整个国内大概也是可以认知到中共甚至整个看到的一些骇客的方式入侵我们许多的一些电视看板等等。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反而会激起台湾人对于敌我意识的这些强烈，所以中共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想值得来关注。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些认知作战的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这次当然有人说裴洛西就是麻烦制造者来了之后，这个好像只是在追求个人的这些地位，反而造成台湾的一些困扰。比方说有几个事件，马上大家会很担心过去有一个默契的所谓的台海中线目前当然中国就是不承认这些台海中线这样的一些概念。的确在最近也有许多不管是飞机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军舰接近了甚至越过了这些台海中线。未来会不会他们就是为所欲为的随便的像入无人之境的在台湾周遭或者领空的部分来做接近那这部分我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呢？这个事情可以很多个面向来谈哈。我先谈第一个，就你刚刚提到说裴洛西是麻烦制造者，这是标准的中共的看法。裴洛西也到很多地方访问，那中共为什么没有抗议？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那很多议员也来过台湾，那中共也没闹那么大。那么这次闹这么大呢？你觉得是中共挑衅呢，还是裴洛西挑衅？你说现在裴洛西要搞鬼，那你没有看到中共这几年来一直在压迫台湾？那大家为什么不提这事情？那现在闹那么大了大家说裴洛西搞的，我倒不是要帮他辩护，我想指出问题。裴洛西究竟是台海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呢，还是台海危机的吹哨人？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对，那引爆了这个第4次台海危机，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当然请大家回想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中共军演的过程，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比较看到是什么呢？大部分是飞弹，飞弹攻击，海军舰艇的什么有一些报道，但坦白说真的不多，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第一是中共的飞弹技术是有进步，这点我们必须看见。大家说这个有一些什么问题呢？譬如说海峡中线呢，像他们讲说海峡中线呢现在就不存在了什么的，应该这样讲。如果说国际态势不变，台湾的强度呢，跟这个台湾的军事各方面强度呢，也跟中共与时俱进的话呢，应该这样说，海峡中线是时有时无。中共这次是破坏了海峡中线，但并不代表说他每一天可以这样做，然后也不代表说他长期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现在看起来破坏海峡中线呢，大部分用的是飞弹，那海军舰艇呢有，但很少。为什么不太用海军舰艇？我们等会来说。然后为什么不能长期这样做？不能长期破坏海峡中线？这点我们等一下说。那我们再往下讲的就是，大家现在担心是这个常态化了，然后中共自己也宣称，台湾很多名嘴也呼应说什么从此海峡中线不复存在了，然后中国海军就可以封锁台湾了。如果可以封锁台湾的话，他这一次就封锁了，那今天我们还在被封锁当中。那为什么不能封锁呢？政治理由我们等会儿说，我们先说军事理由。中共的海军现在还没有能力长期封锁我们，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中共可以长期封锁我们，然后我们又不能干什么的话，那我们早就投降了。所以为什么中共不能长期封锁呢？有国际原因，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说我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飞弹能力是很强的，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反击。我们没有反击原因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这边定的这个方向是不开第一枪，你要开的话，你开第一枪，让我还手。那么也就是
我的责任降到最轻，我是完全自卫。啊，那但是中共它之所以没有用海军大量来介入，然后没有把事情闹得更大，除了它内部政治原因之外，今天我们大部分就谈国际跟这个军事原因。除了它内部的政治考量之外，你要看见美军其实介入了。美军介入这个第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呢，就是航空母舰。大家现在看到美军派了1艘航母，这个雷根号重航母来了。那是1艘重航母，美国还有2艘轻航母，一艘是这个 Tripoli 就蒂利波里号，另外一艘是这个美利坚号。这2艘轻航母，大家去仔细比较它战力跟它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档次吧，大陆话叫档次，或者说我们用台湾话来说，就是你是第几代的这个海军舰艇。这些美军这2艘轻航母呢，大概差不多，所谓轻航母是4万多到5万吨。可以载大概20架这个攻击机，那跟加上其他的飞机，那这垂直升降机啊什么的，所以攻击战力是很强的。它这艘轻航母打中共的所谓重航母呢，完全不是问题。它摆了2艘轻航母跟1艘重航母，加上其他护卫舰队，也就是美军其实已经介入了，它只是没有那么这个明目张胆，没有那么刺激中共呢，我就摆在外面。我摆在这里呢，所以大家注意看一下，中共的动作是有收敛的，因为他晓得我现在不要把事情闹大，我就是把我的脾气发了，然后能够进行大内宣跟大外宣，大内宣为主啊，大外宣为辅啊，能够进行大内宣，内部不给我找麻烦已经够了。那再往前推进一步啊，大家刚刚讲到封锁，中共如果真正封锁的话，它的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多次跟大家讲过，美国在国内法里面定个叫《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第2条讲说，美国的政策如下。第2条的第2款的这个第2小目，它讲得很清楚，我们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以下的前提，也就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什么等等。这话你要把它反过来再读一遍的话，它这个意思，我因为你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才跟你建交。他话这个意思，也就是我美国跟你中共建交是有前提的，一旦前提被打破，那我后面动作就可以修改。翻成白话就是，如果你用不和平的方式去这个想要统一台湾的话，我可以断交，或至少可以威胁断交。那什么叫非和平方式呢？海军封锁，经济禁运都算是。那如果美国下次修法修这一条的话呢，我猜美国讲的是大规模的或全面的网络攻击也算是非和平这方式。所以就是中共如果真的要封锁台湾的话，他要考虑就是美国要跟他断交，他必须考虑这件事情。好，那这是另外问题。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说，中共讲说啊内海化。台湾也有一些所谓的名嘴呢，在呼应这个所谓的中国内海化，说这次这样飞弹打了，演习完之后，台海就内海化了。如果台海内海化的话，那翻成白话就是台湾海峡不再是国际水域，不再是国际航道。那么国际上的所有船只、飞机要经过台湾海峡，要经过中共同意。那如果不经过中共同意的话，他们得绕道。好，那我们再看看绕道这件事情。根据我们现在初步统计，全世界大概每年经过台湾海峡的货柜啊，海运货柜占多少呢？占48%，将近50%。也就是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跟大陆的北方港口的，就华中以北的港口，包括上海、天津的港口。当然，上海、天津他们可以走在台湾海峡，如果内海化的话，全部算在里面，48%走这里。那你说这个水道如果封了，或者说他认为是内海，大家都不走这边的话，你觉得损失会多大？我现在只说货柜啊，海运货柜，你家航空路线呢？所以这次一闹到这样，大家注意到啊，大家讲说啊，有这个俄罗斯这个支持中共了，北韩支持中共，大家把新闻再看仔细一点点，有40多个国际主要国家全部出来抗议中共啊，这个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就不细讲了。然后美国就讲，过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战舰呢要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的动作呢不是说我只是要通过台湾海峡，我就是告诉你们说，台湾海峡不像你说的这种内海化，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它的确是有国际水域，从各种角度来看，它的确是国际水域。所以当美国的动作就彻底的否定了这个中共所谓的内海化的说法，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先跟大家预告，因为这都是先行指标。美国舰队通过了前后，一定还有其他国家船只或战舰要通过台湾海峡，来证明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那么也就是这件事情对国际的海运也好、贸易也好呢，都非常关键。大家不能容忍中共这种行为，这种单方面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那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不是补刀，但请各位回头看一下，你印象当中中共这次打飞弹打了几天？你记得只有第一天的时候，对，打了几个小时。就大家前后算起来，就还有点分散。对，就是几个小时而已。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啊，这样就打完了。为什么？你觉得中国没有能力打吗？有啊，有能力打，为什么不打？是对台湾的善意呢，还是迫于国际的压力？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很清楚，这是国际航道，然后大家抗议非常激烈，但是呢，他必须要表达他的愤怒，所以他打一次，但他也不能多打，因为多打他就有反效果了。简单说就这个意思。老师，你这样让我突然想起来，大家发现中共后来又延长了军演，然后是哪边呢？东岸，他不敢在内海的地方做军演，照理说他应该在西岸多做军演啊。也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西岸有很多货柜在排队了，他有本事应该是在台湾的内海多做一点演习，给他连续封个10天之下，我想那可能问题就会更大。不用10天，3天，你看国际会怎么反应？骂死了。对，那回应你刚刚说那个演习哈，各位注意看现在新闻了，中共后来在7号又宣布说我又要延长演习，然后1-2天就过去了，但是他同时宣布我有2个地方要演习跟所谓进行军事任务，要到9月份，这是大连海事局发布的消息。哪个地方呢？一个叫黄海，一个叫渤海。黄海我还可以理解，你渤海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搞那么久？现在是北戴河会议。所以换句话说，他对内镇压的这个考量呢，远远大于对外镇压。所以我一开始在别的地方我就讲，这一次他们这军事演习呢，其实大内宣的目的远远大于大外宣，台湾都不是主要的目标，台湾只是剧场罢了。是这个部分，大家也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不过中共当然还是持续说，我们这一次的演习达到很重要的一个战力的展现哦。那刚刚老师也说了，这个某种程度上对外说，这当然是对台湾的善意啊，不然我真的要弄下去，你们会很惨。而且他们谈到一个中共现在谈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拒止的作用，就简单讲就是反介入啊，这就我们内部的事，你就不能来管我。他们认为这一次效果奇好，然后所以说刚我们也提到，他们还是认为他们已经具有能力可以来去自如，随心所欲老师真的是如此吗？如果把我们刚刚的话呢，第一段的话，这个稍微延长一下，大家晓得中国所有的东西是吹牛用全部是吹牛用。所谓的拒止作用是有，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只要飞弹能打到的地方呢，他的对手呢就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他对他的发射飞弹，对外国的军队或外国的这个船只来帮忙台湾有没有拒止作用？有。但反过来说，你觉得外国跟我们台湾的反击能力对他有没有拒止作用？有啊，也就是有拒止作用，但中间是交互的，这不是单方面的。如果单方面有拒止作用的话，那今天他已经把台湾吃掉，我们节目已经不用做了。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说台湾从此进入了共军的主权之内，然后武统台湾的问题呢向前大大推进。我再说一遍，纯粹吹牛。我们是有能力还手的，外国各国，美国、日本这个国家都是可以介入而且可以还手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刚刚讲，他们已经把我们吃掉了啦，然后今天会继续封锁，然后我们就要投降了。好，所以这些地方看起来就是你如果仔细看下去呢，大部分是大内宣，也就是他要应对。第一呢，他也晓得他的这个海军力量呢，第一赶不上美国。第二，他真的要吃台湾呢，都有很大的风险。他们自己也算过，如果他打台湾打不下来，就是2个后果：第一，台湾可能宣布独立；第二，他的政权要瓦解，他得倒台的。他就到这么严重，所以这事情他不是能够随便说，能够随便碰，也不是说随便
真的是能为所欲为。我经常提醒大家，中共、俄罗斯这些专政国家或这些集权国家不是为所欲为，但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凶呢？因为一般人怕恶人，讲话讲到凶了或什么，大家就会比较谨慎一点点，然后说啊，我们不要惹他啦什么等等。台湾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听了中共的宣传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在帮他讲。是对，因为我有些人讲话是有台湾的这个党派考量，那个我没有意见。但是在讲多了的情况下，你得想想你对台湾的民心士气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来就是你得仔细看看中共讲的话，你能照单全收吗？中共讲的话能照单全收的话，我就讲1981年我们就被中共吃掉了，因为邓小平说1980年开始，我们几年之内就要把台湾统一掉。这几年之内统一台湾什么的，就反霸统一四化是我们重要任务。他是1980年1月份讲的。你要真正相信他的话，第一我们就被吃掉了。你要再相信前一个毛泽东的话，那1954年我们就被吃掉了。你我根本都活不到今天了。所以大家读的东西要很仔细去读，不能照单全收。中共是以骗人起家的。那我们再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啊，主权内的问题。武统台湾真的向前推进吗？我们等一下就告诉各位，它到底是像这个武统台湾几率这是变大还是变小？我们等一下再讲。我想回应你刚刚讲说常态化的问题。所谓常态化，就是它时时可以来演习，然后时时可以这样威逼台湾。那我想，如果以台海对比来说，它来威逼台湾大概不是问题，但它不会威逼台湾，就跟它几十年来不能把台湾吃掉，那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常常担心啊，中共什么时候会打台湾？我说你根本不用太担心的事情。我不是说你不要担心、不要警惕，而是说不要天天自己吓自己。你保持足够的警惕心，保持足够的防卫能力，不会是大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国际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其实从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然后呢，美国跟台湾签了协防协定，虽然后来这个卡特糊涂，然后这个跟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跟中共建交了，但是美国心目当中台湾是盟友，而台湾是重要的基地。它不但是一个军事基地，不但是一个海军基地，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反中共的基地。美国心目中一直是这样想的。那你说，既然反中共基地，那为什么丢掉我们呢？所以第一有糊涂总统，第二就是那个时候呢，对抗苏联的重要性高于对抗中共，他是拉拢中共的。那现在没有苏联，没有敌人了，中共的这个野心暴露之后呢，那美国对抗中共变成一个主要的题目了。所以共军演习不会常态化，我们只看国际的反应，就光看美军好了。美军我刚刚讲说呢，来了这个3艘航母，1艘重航母，2艘轻航母，在这海域附近。然后请各位注意看，他们摆的位置，重航母呢在南边，轻航母呢在北边，然后卡什么地方呢？请各位看，有空去看一下地图，它卡了3个海峡，卡了3个海峡，也就是你共军想过来，它前面北边2个是轻航母，南边是重航母。你不管是南边想用潜水艇过来，还是北边的潜水艇或用军舰过来什么，你都过不来了。我就摆在这里了，我看你敢不敢过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中国常吹牛航空母舰，然后这次新闻就军演新闻出来之后，你一定注意到一件事情，中共说有2艘航母出港了，对不对？你有印象？那请问这次演习，你有听到中共航母消息吗？比较没有，对，都是军舰或飞机。对，您讲的比较客气了，你说比较没有，应该说其实没有，是不是这样？没有，那也就是，中共2艘航空母舰出港了，离开母港了。他发的消息就是要跟国内讲说，我的军舰去参加演习了，但是有没有看到演习？没有看到。为什么没有看到演习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的3艘航母在这里，他不敢过来，摆明了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穿了，这2艘航母呢，现在是没有战力的，是辽宁号有一点点战力。坦白说，辽宁号战力是很薄弱的，因为它是上一代又上一代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航母，乌克兰制造的这个苏联航母。那么也就是他不敢跟美国航母对峙，啊，这是第2个这个有关这个常态化的这回答。第3。我们过去的节目讲过，今年不说了，
去年跟前年，给我回想一下，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外国的战舰来到这个南海地区跟亚太地区，然后走台湾海峡跟这个太平洋西部太平洋西岸，也就是台湾的这东海岸，有多少？10几个国家，对不对？中国已经很生气了，8国联军。我说不止8国，我说11国联军。那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生气？因为他没有能力生气，他晓得不能得罪全世界。我再提醒各位一下，那个时候台湾海峡局势是相对平稳的，相对平稳下，大家都来了这么多战舰来抗议你在南海的动作。你现在在台湾说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你真的常态化看看，那大家对你就常态化了，那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样讲了半天，我的答案很简单。你刚问我说会不会常态化，我的答案是不会常态化。不但不会常态化，因为中共在这个针对台湾的演习，不但不会常态化，而且武统台湾的几率，从现在这样看起来，不是变大，反而是变小。这个是我认为中国这次军演最大的败笔之一。这个我想也是我们所看到这次军演哦，当然造成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一开始担心到底中共的演习的程度会到哪里。当然我们刚回到一开始谈到裴洛西的部分，这个我想也透过节目刚好也可以请教一下明老师看法，因为很多的观众还是在问说，那到底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个裴洛西来台湾，他真的不是来作秀吗？我还记得有人放那个有一个好像是那个美国的那种卡通，就是这个简单的讲就是一只狗，然后打一只猫之后，然后有一只猫拿一个板子打一只狗，然后突然就把那个棍子交给旁边的老鼠，他就写说他是台湾，就那只狗回头说谁打他的，就看着台湾，就是台湾等着要受气哦，所以。这个从这说来，老师请教一下老师怎么看啦？因为当然有人说裴洛西就作秀，那真的是很粗俗了，甚至说就是这个丢下了一个麻烦之后，真的就是让台湾去善后擦屁股。老师您怎么看呢？这个是其实也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个重点哈。大家只要回想一下，裴洛西这次来台湾，不管引不引爆军演，台湾是不是变成国际热点？是。那现在呢？因为又引爆了中共的军演，中共把这个小事变大了，然后小题大做，然后台湾变热点了。台湾变成热点之后，大家注意到台湾的能见度跟国际的关切度是前所未有的。有多少外媒来台湾来看来采访，就吓到说台湾怎么这么平静？那我们这边吓得要死，就你们这么好像淡然自若的，为什么没有怎么样？那也就是台湾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呢，老百姓的判断呢，其实没有像外媒想中那么严重。我们不是不重视这件事情，但我们晓得其实没那么严重。那现在回到刚才你讲的一个核心问题，你说是不是制造了麻烦？我前面讲了，他到底是麻烦制造者还是吹哨人？他到别的地方去访问，那中共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强烈，为什么来台湾中共反应那么强烈？然后为什么来台湾中共反应强烈之后，国际对他反应又强烈？这就是说台湾成为热点的一个重点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出动了大量海军，前面讲的说是保卫裴洛西的安全，但各位现在看到，我当时说不只是。当然要保护裴洛西安全，但是美国更大目的不在保卫裴洛西的安全，美国更大目的就是保卫台湾，嚇阻中共去引爆战争。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大家常常讲台湾很多人讲到打仗的时候美国不会来，现在美国来了，阻止战争爆发，你为什么不称赞美国呢？对不对？你为什么顺着中共的话讲说他怎么样？你就是扭曲焦点嘛。就算你不是有意扭曲焦点，你至少是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是被中共扭曲焦点之后，你被中共牵着鼻子走，而自己不自知，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台湾是有得的，而且所得远远大于所失的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问题的背面，我刚刚提到，事情爆发之后，然后台海危机爆发了，美国、北约、欧盟、日本跟欧美的主要国家全部出来强烈谴责中共。那你觉得？台湾跟中共这样对比下来，是台湾所失比较大呢，还是中共所失比较大？台湾所得比较大呢，还是中共所得比较大？好，这第三点。第四点呢，现在我们过去的节目上谈过一件事情，当然现在还没有个下文，也是大家谈，既然中共现在这几年来姿态这么高，然后对旁边威胁这么大，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亚太版的这个北约？大家那时候提就过去了。
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觉得大家考虑的问题是更不要亚太版北约呢，还是要亚太版北约？因为几率大增了嘛，所以亚太版的北约几率大增，而亚太版北约出来之后就是针对中共，因为王毅很清楚讲，亚太版北约就针对我们，你们不要上法。我们本来没有真认真想，你现在做这动作，我都要认真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要搞个亚太版北约了？好，再来这第4件事情，第5件事情，日本原来讨论修改宪法，也就是使得日本可以有合理的合法理由对外用兵。那现在看起来通过几率比过去大很多。那你觉得中共动作是正面效果还是反面效果？好，再一个，我们会讲了很多次晶片或晶圆。那现在事情闹成这样，你可以看到美国出来讲，我要搞 Chip 4，也就搞我所谓的晶圆联盟。美国找哪些国家来参加晶圆联盟呢？美国自己了，然后拉了日本，拉了南韩，拉了台湾。南韩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考虑，因为他也舍不得大陆的生意。没关系，那如果说美日台都进来的话，南韩最后你觉得会怎么选？南韩来跟不来呢？他都很困难。坦白讲，不过我猜最后他还是过来。所以美日台韩组成晶圆的话，那中共不用玩了。全世界的晶圆，大家算算看，美日台韩到底大概产量占多少？光一个台积电就占68%，你算算就晓得了。美日台韩加起来呢，逼近100%了，90%几了，我忘了准确数字。所以这个晶圆联盟若照组成之后，如果他要针对人的话，他针对谁？好，这是第5点。第6点，美国在考虑说要不要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叫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用别人的话来说，叫做美台关系大补完，也就是把过去这几年来美国有台法案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来强化。假如说啊，其实这次美国可能有不同意见了，因为佩洛西访台，然后那边一紧张，然后白宫听说有消息讲，白宫跟国会讲说你们暂缓等等，是，就算这消息是真的话，请问各位，完了之后，美国的台湾政策法会加强还是削弱还是不要？应该是加强啊。那最近其实不是最近，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消息。因为这个中共军演，所以有消息放出来，然后有人去问美国商业部长，那你们这个不是要讨论跟中共这个削减关税吗？那现在怎么做呢？他很技巧的回答讲，这事情现在问题变得这个区域性的问题变得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再考虑，我们不能伤害美国劳工的利益。你前面为什么不伤害美国劳工利益呢？你现在拿出来讲，是冲淡你前面那句话，也就是其实因为区域问题变复杂了。什么叫区域问题变复杂了？因为中共对台湾进行了威迫性或侵略性的军演，所以区域问题变复杂了。翻成白话就是因为中共军演，所以美国现在呢对于降低调降中国关税有了不同的考虑，就这意思。然后再最后一点就是。美国、日本、澳洲最近开会的时候，对于一个中国后面加了个括弧，加了句点，就是我们这个维持一中政策当它可行的时候，我们维持一中政策；反过来说，当它不可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一中政策。你觉得中共在这场军演当中是所得比较大呢，还是所失比较大？所以我们过去不是讲说认知战吗？这就彻头彻尾的中共对台湾的利用这次军演打的认知战。而比较遗憾的是，台湾很多人呢居然捡起来把它照讲一遍。这就我们上讲的以美论、仇美论跟断美论，那有人居然浑然不觉。不管怎么说了，我们就要提醒各位，中共认知战呢，最后一定它下场是非常悲惨的。那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开头吧。这个我想也让大家可以理解，因为之前明老师的确我们在有几集谈到以美仇美的部分哦，这个当然就是我觉得，我如果用一般我们自己身为在台湾居住的人民来，你看到有个新闻标题写美国航空母舰接近台湾，跟你看到中共的军舰接近台湾，
你会把它当作哪一个是较为惊恐？我想应该不会有听到美国军舰靠港，或者美国军舰离台湾多少海里，然后大家开始抢粮食，要做很紧张，不会。这个很容易吧？这个我觉得从这件事的敌我，台湾也不是没有，但为什么就有这些人不断的故意在松动你，故意在做一些挑衅？而且我还是必须提醒大家是，请问中共军机绕台是裴洛西说要来才开始做的，还是一直做了好几年？对。那所以基本上裴洛西不过就前因后果你们搞错了，是因为中共开始不耐烦的开始找各种机会跟理由来修理了我们这个就台湾，来恐吓台湾，所以裴洛西就感受到那种氛围，他说我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一定要支持那个正在饱受威胁的台湾人民，我要到这边表达跟你们在一起，结果他变成是麻烦的制造者，不是啊，这根本逻辑上跟事情的前因后果根本就不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对全世界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跟威胁哦。今天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清楚的把裴洛西来台的一些我们必须注意的事项跟产生的效果，也跟大家做一下分析呢。希望如果你有兴趣，也帮我们的节目这一集的节目可以转传给更多的朋友来做了解。那再一次感谢明老师，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裴洛西来到台湾之后，这个还有余波荡漾哦，那这个产生许多我们看到包含台湾内部有许多的不一样的声音讨论。不过大体上来说啦，至少我觉得比较高的比例的民众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还是认为裴洛西来对台湾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哦。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也提到了，有人说他是裴洛西是一个带来麻烦，但有人说不是，裴洛西基本上说法应该他是一个吹哨者，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的议题如果没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没有办法引起国际的关注透过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事实上反而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中共的恶行恶状。这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反而把这一个危机变成是一个转机哦，有可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些声援跟关注。所以有人就在谈裴洛西后续这些效应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某种程度来说，台湾过去还有一些以美仇美，台湾内部还有许多对中共抱有一些幻想的，会不会在这时候反而觉醒？而且不止我们在国际上许多的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或国家或政治人物，反而因此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帮助。我想我们今天好来看到底裴洛西访台之后，后续还有哪些会延伸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关注。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个是我们的政治评论员我们的学者，我们商普老师。主持人洪黎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我们前国大代表我们黄鹏孝大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想我们一开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商普老师哦。其实这次当然来了之后，我们刚刚提到引起非常多不同的讨论哦。台湾内部还是有些人有一些这谈论上还是对于这个裴洛西认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止这个，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评论哦。但有人还是说，这是一个智慧型的出访，因为这一次来的部分来讲，尤其他的层级，包含他引起了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些团结，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有很多的国家接连的未来在10月、11月、12月都会接力来访，就是要让你中共看到，你不能这个比手画脚的决定我们的国会、我们的政治人物可以去哪里，不能去哪里。那我觉得这个改变当然不一样，所以大家有人说裴洛西来了之后，包含针对破窗、包含领航会产生的一些效益。那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商博老师？您从裴洛西来台湾之后，您有看到哪些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吗？对，这一次的来访当然是我们的预期当中，也是那10个大字：自由靠勇气，和平靠实力。那台湾要自立自强之余，也是需要其他外国的帮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哈。美国是彰显出一个实力，是不会让中国来去否决任何的美国官员在何时用什么方式来访问台湾。
证明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虽然没有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宣之于口，但这个地方从各个不同的报道都有说过，就算裴洛西来到这一边，也是 President 称呼蔡总统。那美国三权分立有个特性，就即便说行政有些柔弱的一面，但立法方面议长也可以彰显出他的强势，所以有互补的情况。中国是完全不懂得这一套，以为是铁板一块，所以看得到美国民主的韧性，就是有 resilience 啊。那更重要的是，裴洛西的访台昭示世界5个重点。第一个是真枪实弹的中国的军演，证实了中国威胁论的确存在。第二个是，就是和平崛起是一个梦，真正是武力跟一个恶性的崛起。中国就好像曹新成说的，是一个恶性肿瘤，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一样。第三个事情是中国自毁一中原则，因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3个联合公报的一个前提，突破了这个前提，中国的一中原则是无以存续的。第4个是台湾有事，不只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而且是世界有事。那所以世界你看到很多国家也是争相来台湾，会去那个挺台。包括德国联邦议院的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团10月底，英国的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1月或12月初，另外还有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的团长鲍瑞汉跟他的贸易代表团的团员12月。这些时间我为什么说出来？刚好在中共20大的前后一段时间，摆明是跟中共说，我们不会因为你3连任而去放弃对台湾的支持。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第5点，两岸一家亲是完全是假的，所以你看到所谓的惠台政策血浓于水都是假的。那当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访问那个中国的时候，你看到中共立即丢出一个白皮书，要去那个看怎么样统一的一个纲领。你知道这个事情摆明是跟这个任何要叩头要跪下来的人打脸。那这个让台湾更认清楚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同样的，我们也要清楚是，美国不应该再抱着一个牧羊人的主义来教化中国，这是不可教化的中共啊，所以这个很清楚。而且看到8月9号吴钊燮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在彰显出演习呢是会这中共的军演侵犯台湾主权，裴洛西访问台湾只是一个借口。让中共把南海、台海、渤海甚至东海完全把它内海化，这个情况告诉全世界是一个大的警讯。而且中共未来会在第1岛链里面闹事，他现在这个军演的地方，包括在台湾以东的地方，这个地方明显不是只针对台湾，是针对日本，甚至不承认日本有专属经济区。延伸第1岛链以外，到所罗门群岛，到第2、第3岛链那一块，也建立它的军事据点。所以台湾呢，必须要去了解网络攻击、假讯息、经济胁迫跟军事的那个威胁，我们会存在，我们要有方法去防止这个事情发生。尤其海中线的模糊化、军事演习的常态化，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虽然现在戛然而止，所有事情都到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再存续下去，因为他现在又要定期巡逻来替代所有的那个军演，但未来中共的威胁是不会离开的。同时，美国要搞清楚一点，挺台不必然等于抗中。大家看到日本的政治很清楚。岸背是跟岸田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意义，是挺台，但是抗中的程度跟烈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事情也考验着拜登政府未来怎么去看习近平。728，拜登跟习近平有对话，但是拜登也是陆续的展现出美国一些弱项给全世界，包括呢那个疫情的管控、经济的衰退、关税可能会减免。那同时，台湾政策法，他自己把这个法案按住，不要参议院去先通过先是拖延。这个情况也是冰的一面，又火的一面。比方说，美国跟印度在10月会有军演，而且推出那个 Chips and Science Act， 就是晶片法案。所以2个都有的时候，我们看美国的政治就不要太一厢情愿。台湾要真的，我们台湾真的要自己国家自己救。
同时也看到很多友人哈，包括那个 Brad Stevens 都提到，要美国供应台湾的不对称的武器很重要。美国也应该加大军费的开支，而且希望美国国会代表团明年每个礼拜都抵达台湾访问，我觉得这是非常操劳的一件事情啊。但无论如何，这个是彰显出一个转变。我看转变的指标是以下几个项目：第一个，美台之间有没有联合军演？有没有安全对话？会不会驻军？战略会不会真的是清晰？建交就是有人说是复交或者建交，就是跟中华民国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共同防御的承诺，这些事情是我们看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往这个地方靠，美国挺台抗中的实力就更强。否则，美国挺台不是只流于 lip service， 那我们政府也应该跟美国提出更高的要价，希望说维护台湾安全，世界才能安全。这非常重要，真的就是台湾有事，是全世界都有事哦。我觉得这段期间大家一直在谈到，有许多的研究报告也提到说，全世界的民主在倒退，这是一个警讯。这次许多人谈到说，现在的重点是一个民主专制拉拔的时刻，所以各地都在谈每个国家的民主韧性，他们怎么对抗这些威权。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因为整个民主主义的高涨哦，在这次裴洛西来，那还这个漫天这个文攻武吓的在威胁台湾，在威胁裴洛西，甚至官方都会祭出生命的威胁，这是不可思议哦。如果放着小粉红来炒就算了，连这个国家都要威胁人家在美国国内的第3号政治人物。所以当裴洛西真正的抵达台湾之后，听说哀嚎一片哦，很多人甚至拍那个自打脸的巴掌还有一些号称这个有钱的什么首富，说好这个裴洛西如果来的话，他会捐出他的财产，最后赶快删文，反正笑话不少。当然也延伸了，大家很担心会不会更小登上去，之后会做一些更强烈的反制哦。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彭孝大哥，你怎么看呢？是的，这个裴洛西的访台，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外交的角度，它基本上是个外交事件。结果后来中共的操作把它变成了一个军事对抗的问题了。那么，尤其是有一些的这个粉红，特别是像胡锡进这样的相当知名度，也有相当这个在中共里面过相当角色的人他说要把它击落半飞等等，这种很偏激的言论，那么使得这个问题使得中共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你把外交问题提升为这种军事对抗问题，这就是基本上就不对的嘛！你根本在文明社会里没有这样玩法的。第二个，你对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不要说她是什么美国国会的什么众议院的院长了、议长了，对不对？她就算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怎么能说把她击落呢？这种话说实在非常失格的话。但是呢，这个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有人认为说这是因为有人给习近平挖坑给他跳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中共外交部说这个解放军绝对不会做事。今天在中国能够指挥得动解放军的，不就是中共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吗？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看你习近平怎么反应那么习近平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真的是硬不得，也软不得所以这中间的拿捏就非常的这个需要很大的功夫，但是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火不断在烧，不断在大陆讲的所谓拱火让习近平没有办法用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处理结果到后面就演成了一场闹剧。而且这场闹剧的结果，就使得大陆很多不管是粉红也好、酸民也好，甚至一般的大陆老百姓也好，在充满了期待当中，招致了很大的失落。那么这种失落当然直接冲击到对于中共政权乃至于对习近平的这种信心。不过呢，我最近看到这个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这一次裴洛西的事情是美中双方
精心策划下的一次冲突。哎，换言之就是说，这个好像很奇怪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讲法？然后他还甚至讲说，这个美国已经都做好准备了，就是在裴洛西这个落地就准备说必要的时候就开战了啊，这很重的话啊。那么以杨荣文的这样的地位来讲这个话，显然他是在帮某一方放话。我认为说他是在帮美国放话，因为他讲了说美国已经做好很多准备，而且站在美国的立场，就觉得说晚打不如早打，啊，如果今天开战的话，美国是一定赢的，明年难度会增加一点，10年以后可能难度更大啊，所以说这个对美国来讲，认为这个事情这么严重不是坏事，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啊，还有白宫这个国安团队的一些的反应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说。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一点这个想说，哎，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直接的冲突，但是后来美国态度改变了，而且变了什么？越变越硬，甚至于到最后说准备要派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当然也代表着对中国的很严重的羞辱啊。那么，美国以这么挑衅的高调来处理这个事情，当然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刚刚开始整理好队伍，不要说我刚开始整理好队伍，就因为说你的一个装腔作势啊，对我的number 3的人物啊指手画脚，然后我就软下来。如果今天我软下来，那印太战略白搞了一场。对不对？谁还把你当老大？所以美国绝对要借这个机会来立威，就是你再怎么样，你说要开战，大家看着办。美国态度后来变这样。当然，我们从美国期中选举的立场来看，的确也是拜登的声望民调已经掉到从来未有的新低啊，对不对？那么整个民主党的这个选举的前景一般并不看好。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事情他示弱，或者给这个川普有机会说，你看你就是因为你很弱啊，所以中国才这样子啊，直接拉到你头上来，所以他不能示弱，而且不但不能示弱，而且他一定要示强，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展现一下美国国威啊，然后当然也是在这个冲突摩擦当中。对于民主党的选情，应该是会有所帮助。就像当初川普最后任内的时候，他一度想要在南海动手，但是后来基于各方面理由，他忍下来，但是他落选。我想，川普当然很后悔，他没有在那个时候打一仗。如果他那时候打一仗，他一定打赢嘛，对不对？那不管说你当选没当选，后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再说，对不对？所以这个那我觉得拜登是个老狐狸了，他不是这么容易那个。你别看有时候讲话好像是怎么样，其实他深谋远虑啊。他跟佩洛西的这种私交互动是非常非常良好的。我不认为说佩洛西违背了他的意思啊，我更相信说他们事实上同演一台戏。那么现在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坦白讲，我觉得对中共来讲也是。要演戏，为什么演戏？你像国民党啊，他4号提出说要到大陆访问，4号那天正好中共演习开始，然后10号他成型了，哎，他刚到厦门啊，中共就宣布说，演习目标达成了，啊，停止了啊，台海恢复一片祥和，哎，怎么这么刚好啊？是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国共2党就已经讲好了，对不对？我们演一台戏嘛，对，这在中共来讲叫什么？和战2手策略，啊，我以战逼和，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逼你说，你看你接受和平比较好吧，对不对啊？然后把这个球做给国民党，让国民党来接，所以你看夏立言一下飞机和平就来了，然后白皮书也来了。白皮书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两岸会搞成这个样子，都是民进党
都是民进党这个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啊，拒绝接受9·2共识，一国两制才搞成这个样子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按照以前国民党的搞法的话，两岸是和平的嘛，没有这些问题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中间很多的操作，譬如像说对我们台湾的一些的这种工商产品的这种这个制裁呀等等的，其实也是在做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到时候啊，他会说，哎呀，因为你看国民党代表了这个台湾方面还是有和平的声音，对不对啊？那台湾你看又有这么多的山东饺子馆啊，又有这么多的山西刀削面，代表说台湾人心中还有祖国啊，所以说啊，我们还是两岸一家亲，大家还是坐下来好好谈。OK， 这幕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有时候看这些问题，两岸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还特别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30-40年，从实际的这个工作到理论的探讨啊，所以我个人看这一段，更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台湾老百姓来讲，在我们高压力之下，我们展现的那种勇气、淡定，让中共觉得大失所望，对不对？飞弹打成这个样子，没有人害怕，对不对啊？当然，蓝营有一些人说，哎，为什么你不拉警报啊？这叫什么意思呢？就像说，你知道有一种心理变态叫暴露狂，暴露狂最期待的就是你看到以后尖叫，结果老公打了11发，台湾人民都没有尖叫，警报都没响起来，你想想看，这个暴露狂多难过啊！对不对？问题就在于台湾人民从乌克兰看多了这些厉害的武器，那你那11发算什么？对不对？那还真的不算什么。第二个，乌克兰战争让我们看到了说美制武器的这种优势，这个美国军队的那种作战手法的超时代的进步，相对之下，遏制武器或者说是山寨遏制武器的中共武器，坦白讲说的比唱的好听实际上它的效果怎么样，可想而知。所以这也是这个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负其短。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们的人家认为说你草莓兵，我们的草莓兵多么勇敢3000多吨的成功级在海峡中线顶住中共7000多吨的这个驱逐舰甚至于说我们做好了擦撞的准备。这要多大的勇气跟决心，对不对？所以展现出台湾人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的这种决心跟勇气是不可动摇的。这非常重要。我觉得过往许多来宾还是提醒说，其实中共的文攻武吓，台湾人是不怕，最怕是内部先混乱，所以他会制造许多内部混乱的机会。所以这些认知战的部分就做非常多。可是我还是必须说啦，如果他今天扩大的是影响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对台湾友善的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威胁、国家的威胁、厂商的威胁，甚至现在进而做了许多的这个侵入性的用资讯战的这些干扰，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证实，还没有证实就直接是来自于中共，但至少其他假讯息、假新闻从过往以来一直都非常多。我觉得民众的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当有人说不这么做不行，因为秋天的时候，我们在今年年底大家知道中共的20大就决定习近平的第3任以前的说法都说习近平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掌控，基本上是应该不会被撼动，那还是会顺利如期的就任。但有人说，那如果现在发生了现在这些事情之后，习近平还会顺利的连任吗？那假设如果顺利连任，会不会肆无忌惮的更变本加厉的做了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尚博老师？对，我想大家都很关注未来这个3个月会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未来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台湾有选举，美国也有选举。中国呢，就是有这一个所谓中共20大的问题。那习近平的连任，我觉得说是应该是已成定局的。
那当然说有风险，没有个集权国家所有的政权每一个时刻都会有风险存在，但我觉得这个棋都已经下好的。那问题是，现在裴洛西访问台湾，会不会就是一时激起千重浪？那我都认为说激不起千重浪。那当然有很多学者专家他会提出一些想法，那我分析一下这些想法给大家听哈。第一个想法是，习近平在美中关系犯了错，因为当初想要挡下裴洛西，但是挡不下裴洛西，就没法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那个北戴河的会议，因为大家知道北戴河会议在召开嘛。那习近平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我觉得不成立的，因为第一个，习近平跟那个拜登早就在728的时候已经瞧好事情，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美中就是完全意外的一种情况。其实裴洛西访问台湾早就宣布了，而且在7月28号拜习的第3次线上会议上面141分钟之后，赵立坚说过一句话，有没有听到？是如果裴洛西访问台湾，可能会影响下一次拜习会的氛围，是氛围而已，不是说跟你断交哦，也没有说是轰击台湾哈。第二个是布林肯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在峰会之后建议两国建立一个明智管理台湾问题分歧的特殊机制。那现在当然中共现在用这个8项的反制裁的措施，跟对裴洛西家属的制裁来做，但这个是你看清楚这8项措施，其实没有对准这个机制来说不的，他们都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具体事情以外可以增加新的事情来去处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跟美国之间会有一个可以去沟通的一个就是管道，它是台底下沟通，所以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的外交操作是有不一样的。好，那另外一个想法是，习近平受党内元老的要求，务实去处理，要韬光养晦，不要在那个战狼外交。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传出来的说法了，就把那个江泽民啊、曾庆红啊、吴锦涛、温家宝视为各派来看待。其实这种想法，你看到历史上其实不实嘛。即便在2008年之后，中共就已经趋于这个集权化。这个当时当政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也有江曾的势力在，所以他们看得到，当一个中共的本质，当他弱的时候，就是猴气，猴子的猴气；当他强的时候，就是虎气，老虎的虎。所以现在从08年开始，已经从猴气转成虎气。习近平只是变本加厉，他没有新创的权利。那第三个事情是，习近平要考虑中国人的那个印象，所以要保持强硬，要避免那个擦枪走火。其实中共从来不考虑中国人民的那个感受的啊，那个形象对他的不重要。即便最近那个厦门市外面不是有一些人在小粉红拉一个布条来做吗？其实你看到每一个都是同样的剪裁，白底黑字。在河南的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外也是如此，厦门市政府也是如此。你看得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党内的某些派系来做？所以我看到这一次有渤海、黄海跟那个雷州半岛附近的那个军演，其实那些都不是针对台湾的，因为离台湾108000里以外。其实针对谁？不是针对韩国，不是针对越南，是针对他们党内的人的。北戴河会议在召开，大家要示警给中共党内的人说，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刀枪那个炮弹的力量，彰显大权在握，一切事情照表操课。最后拜登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担心这个会打仗，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我密切观察着中共动员的规模，只要不违反728可能存在的习拜共识的话，那基本上不管。那现在又戛然而止，更加就是符合了美中本身那个管控分歧的一个默契嘛。下台阶就是轰炮弹，但是你看到日本的 EEZ 被侵略，那美国也喊停，日本也喊停，所以几个小时之后就改派共机、无人机、共舰来去绕台，那找到下台阶就好了。那另外，习近平的真正的问题，
不是有一大批的反习派利用这个地方来打倒习近平？当然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但不要忘记，中共党内有派系的斗争，也有派内的斗争。其实现在斗争的焦点，我觉得是派内的斗争，因为派系的斗争，你看得到在所谓江曾或者官二代的势力，他有钱袋子，却没有刀把子，没有那个枪杆子、笔杆子。但是你看到在派内有2个主要帮派，福建帮跟浙江帮，又称枝江新军嘛。那你看到无论在福建帮的苗华，军头。那军委委员跟那个其他的陈奕迅，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员，比如钟绍军，他是一个很重要人员，是枪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垒。2个争议的位置，同样刀把子有王小洪，福建帮的公安部部长，跟浙江帮的那个陈奕迅，他也是那个政法委的一个秘书长，大家知道政法委的一把手嘛，所以位置只有一个。那现在谁去做？其实不是派外的人，他们可能合纵连横，搞成非常复杂。但现在中共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裴洛西访台，我觉得昙花一现，很难说成为一个新的风险。那问题是，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习近平又会怎么做？变本加厉，不会就好像有些人说的，哎呀，就会那个。各派就会变成说对台湾友好，因为权力已经获得了，就可以放松手脚了。这个是对中共跟权力的本质不认识所致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啊。解除了政治压力之后，更直接干预到中国周边地区的争端，更有力的去做任何的那一些对美国跟台湾势力的排除跟一些扫荡。但是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实力是完全不一样。有人说20大之前不会打，2023年就会打，但我觉得这个是言之过实，因为中共现在的反潜作战能力跟所有的部署动员都没有到位。如果2-3年后再来检讨，我觉得比较实在。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美国左中右派不同的智库都认为真正的风险可能在2025年、2026年，甚至2027年，因为2027年呢是中共建军的100周年。同时，也是你看得到整个军队开始慢慢可以产生到一定的动员能力跟实力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几年要密切注意，我们台湾应该要更自立自强，自己国家自己救，也希望自由靠勇气，和平靠实力，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定律。是，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像刚刚桑普老师所提到的部分，是他越来会越保护，越来会越我们变本加厉，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裴洛西来反而是应该是一个吹哨者哦，但台湾内部也好，或国际上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不同声音很正常，但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些不同声音，有些还是以政党的一些形式，哪怕在台湾的支持度是很低的，他们还是故意的去骚扰，故意去举这些布条，某种程度好像要造成外部的印象，就是有人也反对裴洛西来哦，台湾没有都欢迎裴洛西哦，哪怕我们觉得他就是沧海一粟是非常少，但总是媒体在散尽平衡报道，欢迎裴洛西也是一张照片，反对裴洛西也是一张照片，所以内部的部分一直是台湾我们谈到的必须要面对哦。那当然啦，还是有许多的艺人为了这个有口饭吃哦，这个人民币还是香的，所以我们马上发出一些图片说这个只有一个中国。其实有人也开玩笑说，对啊，只有一个中国，但台湾也不是中国的。也有人开玩笑说，还好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如果有2个这样的恶霸，那怎么办？那彭教老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我年纪比较老嘛，那么以前我在上位的时候就接受子参教育，子参教育会提到一些国家战略层次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中共犯台有差不多30天的预警时间，因为它会有很多迹象要做动员准备，要集结嘛，所以我们有30天的预警时间。那行政院的当时有新闻局，新闻局呢就有一个计划，叫什么？就是说我们每年都花很多钱，在全世界各大媒体登广告让人家知道台湾在哪里，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实在，效果不见得很好。
那么如果说这30天砸重金下去，能不能够让大家更关注台湾一点，也未可知。但是就有这样一个计划。结果我们这一次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不管你是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日本的更不用讲了所有的大报都要特别的出一个专篇来介绍台湾怎么回事中国跟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在整个世界的能见度，那中共真的帮我们大忙如果要换算成广告费的话，那起码都是几十亿美金以上吧，对不对？还达不到那个效果，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以外BBC 驻北京的记者麦迪文，他有一个说法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这个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玩一个巨型的假装游戏。什么叫假装游戏呢？就中国假装台湾是它的一部分，台湾没有所谓的领土、领海、领空的问题，因为是中国的嘛。那么实际上台湾又根本不受他管辖，自己有自己的军队，自己有自己的明显的这个政治组织那么美国呢，也是假装我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实际上美国驻台北的这个AIT 比美国驻全世界其他国家95%以上的，它规模更大它不但说建筑规模大，人员之多超过一般的这个美国驻外的这个大使馆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现在还正在准备立法，把台湾列为什么非北约组织以外的盟国。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就强调说，美国的官员跟台湾官员互相对等的交流。那你不是把我们当一个国家当什么？所以美国是假装不把你当个国家，实际上不但把你当个国家，而且把你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盟邦。所以这种的假装游戏，最怕是戳破。本来中共希望说能够弄假成真说这个台湾海峡，因为你们100多国家都承认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那我就对中国一部分，那你个台湾海峡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国际航道这回事通通要听我的然后他先放话，然后看风向，对不对？那么美国呢？你真的要戳破这个，那我就跟你来真的了。所以在这种游戏之下，我觉得这种破窗效应在这一次裴洛西的这个来访里面产生了。当然，最主要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一场照妖镜。什么叫照妖镜？可以让大家看出来，有哪些的媒体，有哪些的所谓名嘴，哪些的什么什么学者，到底他立场是站在哪里？他是跟这个小粉红的立场一致呢？跟新华社的口径一致呢？还是真正的能站在我们台湾人的立场？但是这段时间很遗憾的我们就真的看到所谓的红媒，真的我是觉得说你每一篇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一些的这个统派的一些的电台一些的电视等等的，你看他们的发言真的是中共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这个这是效果还很大，你看震撼了什么什么，其实震撼什么但我觉得赵少康先生特别有意思他说奇怪，台湾人们都不怕，拜托你要台湾人怕干什么台湾人怕有益于两岸关系吗？有益于什么吗？没有任何好处嘛，对不对？反而台湾人不怕真的是表现出我们台湾人的成熟、心理素质的优越。而且我们看那个历年来对于这个认同问题我到底我是中国人呢，还是我是台湾人？我们有长期的民调，这个两个黄金交叉在什么时候？96台海危机的时候。从96台海危机以后，
认为我是台湾人的直线上升，现在认为我是台湾人8%、90%啦，对不对？认为我是中国人的越来越往下走。所以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冲突以后，你想想看，我们年轻人多少看到，哎呦，我们成功舰上面的那些勇敢的草莓兵，会不会很振奋呢？对不对啊？我多有面子啊！我做台湾人多有面子啊！我才不怕你嘞！真的，你看台湾年轻一代上次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桌球选手面对大陆世界冠军，一点都没有紧张害怕的样子那真的是作为一个弱势一方，你要藐视你的敌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遂大人者，则藐之”。对，这种战术上面的藐视，另外战略上面的重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准备，都是做最坏状况之下的准备。就以现在前几天在海峡中线双方20艘军舰排在那边对峙，多么壮观的场面，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对不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一个朋友在我们这个雄参飞弹的一个中级的军官，他的儿子在那边职业军官他就讲了，他说实在像什么东海岸经常有一个中共的一艘什么舰停在我们花莲港外什么。他说实在现在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能够擦枪走火要求我们不能够开第一枪否则的话3分钟之内那条军舰就变成潜舰了，就这么简单。海峡中线的那一些一列排开的好像一副天下无敌解放军所向无敌的样子，那是因为说演习嘛，没有人真正的跟你作对嘛，所以你就先这样无敌的，没有敌人就无敌，对不对？真正要打起仗来，不是中共封锁台湾，而是台湾最有能力封锁台湾海峡跟巴士海峡。为什么台湾的地缘战略这么重要？就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全世界的战略专家，你地图一翻开就看得出来说，台湾太重要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岛能够控制2个海峡，都是重要的国际航道这2个海峡每天通过的船舰有多少？几千艘过去我们的海空军力量比较大的时候，中共的这个军舰不敢穿过台湾海峡，绕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过我们。今年以我们的，不要说等到这个鱼叉飞弹来，光以现在雄参飞弹的实力，我们真的要封锁台湾海峡，他一条船他都不敢过，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更不要说我们的空军的力量未来海马斯真的，这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从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了说美国的那种实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示弱，其实它不但是很强，而且是超过一个世代的，比全世界各国的武力都强。这就是我们的我们跟美国站在一条线上，表示说我们站的这个队伍是对的，我们这个道路是对的。有人说：“哎呀，我们跟美国好，不必要得罪中国吧？”问题是你中国得罪我们我们没有说不要跟你坏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艺人到你那里去说实在，他也是靠他的本事在那边发展嘛。结果你非要逼他表态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只能接受一个中国，你这不是你在得罪我们吗？我们不计较对不对但是由于你这样子，使得说今天美中两边之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唯一的选择，我们到底要站在哪里？今天中共的新华社弄出一个字中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希望台湾人你要学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说不好听一点，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什么好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堂堂正正的每天去做快筛
说就隔离多久就隔离多久，一点你都没得抗议的嘛。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的银行存款会不见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买的房子会断尾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吃个宵夜会被人家性骚扰然后没有下文。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的女儿走在路上被人家一棒子打昏了以后，他可能就当作性奴，当作生育工具。这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什么好我还不如做一个快乐的台湾土狗。你看看台湾土狗，台湾的狗在台湾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什么样的待遇当我们陆战队的几个官兵开玩笑的戏弄小狗的时候被整个舆论挞伐公开的站出来道歉上至上将，下至小兵，为了狗的事情道歉。我真的宁愿当台湾的土狗对不对？我做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要讲那些文字上的有的没的。今天我们要的不是什么伟大，是我们要的是平平实实、实实在在的过我们的生活能够安家立业，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平平稳稳的、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过下去。台湾今天最好的是什么？我们爱看什么看什么，我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必担心说哪天政府要我表态说你是不是爱台湾？台湾中国没有，对不对很多在大陆发展的回来以后，我们一样对他黄安讲了这么多话，我们有把他关起来吗？没有。这就是台湾最令人感到可爱的地方，台湾最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真的是有的时候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民主的社会、开放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台湾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所达不到的一个境界，我们做到了，这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骄傲。对，我干嘛要做什么中国人，然后被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糟蹋，这样子奴役我干嘛？我们自虐吗？我们有毛病吗？对不对？所以说所谓的堂堂正正中国人，很多达官贵人、有钱人都要去偷偷的拿美国的绿卡、加拿大的绿卡甚至于偷偷的加入美国籍什么堂堂正正，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做人比做什么都重要。人权的意义就在于说，你不是你是哪一国人，不是你是什么种人，而是你是一个人。作为你是一个人，你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就应该享有人的待遇。这来讲最重要，不需要你中国人来再教育我们，对不对？真的是这个让台湾人觉得你还把台湾人关门打狗，真的，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心态，真的让人不但不愿意与你为伍，更以你为耻。这个我想彭教大哥这个慷慨激昂的提到这部分，应该是大家感受都会非常深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生而为人的一些基本的应该要有的东西，我们从中国的人民身上是看不到。当然有人说没有我过得很好，是啦，有很多人在既得利益或者习惯那样的一些氛围觉得很好，但我们谈到的一个国家的伟大，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要看其他那些受苦的人是多跟少随着中国在这种战狼的方式的外交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我想全世界的人一定会惊醒。所以对我来说，裴洛西这一次来台湾反而是一个吹哨者惊醒了大家那个以为的中国的美好那一面，事实上是没有。在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朋友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我想应该可能视频被删掉，也就是邓小平之前在联合国的演讲，他说只要中国哪天崛起了，他变大了，他到处欺负人家，他到处在做坏事，他到处希望人家都要这个听他的话，请大家一起来把中国给打倒。这是你们邓小平说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师出有名我们正在实践邓小平所说的：当你觉醒，绝不是一个良善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到处在欺负人家，靠着你的拳头，而不是靠着你的理念跟价值让人家服气。那我相信这样的国家一定是大家应该要集合一起来打倒它。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彭潇大哥跟我们商婆老师带来我们这么精彩的分析。我们未来有机会，我想我们针对相关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好好来做解析。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